大家好，比特币2023年当时价格在2万美元左右的时候，渣打银行是准确预测2024年比特币会涨到10万美元。那这个小目标他们已经是实现了。最近他们是又预测美国的比特币战略储备政策或助推比特币涨至50万美元。反正信或不信，我手上的利润，包括新资金8万再买的比特币利润，目前还是继续好抖。因为最近的分享，感觉下一步有可能美联储会有动作。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2023年的时候，当时比特币价格是在这个区间哦。其实外资机构的一些报告，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去看，因为很多朋友知道我以前也是机构出来的，而且有7颗金融的证书。那我是希望朋友们一些，特别是外资机构的一些观点一定要去看哦，因为他们下面可是有不下300亿、3000亿的那些客户，不能随随便便乱发报告。发出来的报告那是为了什么？就是给客户看的，特别是外资机构的一些报告。所以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在2022年、2023年，或者是也是跟朋友们讲过，比特币这个市场它是不下有几十种或者是300种的指标可以让你去抄底。就比如这个流动性 MFI 指标，历史上的经验，2015年跌到这个底部，这个指标跌到接近或者是整个市场非常悲观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资金很少。它这个指标来到接近20附近，是2015年的底部。然后19年的这个下跌也是同样啊，市场上面可能资金流水非常紧张的时候，没有资金流，往往有可能最紧张的时候就是比特币非常重要的底部。你不要等到资金后面开始开闸放水了，那最近有没有可能渣打银行预测的50万美元，等下再讲那一条新闻。现在的这个区间我们看一下，至2022年也是同样，资金市场上面的水非常少的时候，那有可能就是比特币非常重要的底部。不要等到资金开始，或者是市场上面的很多资金开始泛滥的时候，比特币都已经涨高了，才在这边觉悟，哎呀，我怎么之前的低点怎么不买，或者是机构的那一些观点，特别是外资机构的观点，为什么不听？那现在比特币已经涨到10万美元，最近是回撤哦，回撤。那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比特币历史上的经验，最疯狂的牛市还没有到来，就是类似这种连续1根、2根、3根、4根、5根、6根，甚至7根比特币上涨的月线的这种 K 线。2017年1、2、3、4、5、6、7、8这种上涨的 K 线还没有到来，我相信比特币目前只是盘整，它可能就像2017年的这个区间有一个掉头，包括2021年这个区间有一个掉头。很多人担心最近是不是市场上面没有资金，怎么去推升比特币？但是我的观点，后面肯定会资金在泛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渣打银行的这一则报道啊，可能在2025年底的时候，比特币会涨到20万美元，然后在后面几年，比特币有可能会涨到50万美元。包括后面下面的观点可以看一下，就是可能50万美元是在特朗普离任之前的某一个时间，比特币会涨到50万美元。不过我感觉这个20万美元在今年底的话，是不是有一点少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后面比特币的上涨，不管是20万美元，或者是30万美元，或者是50万美元，肯定需要美联储那边开闸放水。我们看一下 Polymarket 上面的一个预测啊，也就是美联储在今年5月份之前结束 QT，就是结束资产负债表缩表的一个政策，目前的概率是100%。那朋友们要想一下啊，那个 Polymarket 上面一些或者是赌博的概率，有时候是挺准的，因为包括当时比特币记得是在8月份或者是9月份、10月份，也就是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当时上面
特朗普胜选的一个概率也是破天荒的超过50%或者是60%，所以后面最终胜选的总统就是特朗普，比特币当时也是这样子涨的。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既然网络上面已经是有在预测美联储如果真的要结束缩表，那比特币后面的资金流海水会不会泛滥啊？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也就是全球的流动性指数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指标，同样也是已经在这个位置，最近有一些迹象啊。因为前面的美国失业率是上升，目前已经达到4.1%，或者是特朗普上台以后，我们要想一下，之前上一任的总统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资金让，或者是现任的一些执政者让他们再去花钱啊？所以有没有可能新的执政者他上台以后，会不会让美联储继续开闸放水，或者是继续印钱拿出来花啊？没钱的话，政府要怎么开支？所以我是在思考，那一个概率怎么会那么高，破天荒的来到100%的一个预测，包括那一个关税的影响。如果真的经济在衰退的情况下，我是相信不能再维持这么高的利率，或者是不能再进行 QT， 必须后面要 QE， 就是继续扩表。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最近的这一个全球流动性指数啊，所以已经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趋势被突破。那我们回顾一下，当时比特币在2020年的时候，也就是疫情崩盘的时候，很多的产业全部都关门。那关门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在衰退，政府肯定是要开闸放水的。朋友们回想一下，当时在2020年，也就是美国好像是印了1倍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我们可以切换到这张图表，可以看一下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当时好像就是在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2020年的这个位置，当时只有4万亿后面是涨到高位的时候是接近9万亿的一个资产负债表规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这1年多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它是一直在缩表，但是我是相信后面应该是会继续在扩表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历史上的走势，只要这一个全球的流动性指数海水泛滥趋势刚突破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开始去跟踪比特币，不要等到规模都已经来到高位，价格都已经来到高位的时候，到时候才进场，有可能后面价格就要开始走弱。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这个位置，也是这一个全球流动性指数它上升趋势已经出来的时候，势不可挡，全球的风险资产包括这个比特币有可能就会开始疯涨。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就是比特币包括这个流动性指数，目前趋势已经慢慢出来的，后面会不会海水泛滥，我个人是觉得希望朋友们不管是2年之前或者是一路买进的比特币，目前还是继续给我好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链上数据今天不聊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前段时间有跟大家讲过，比特币如果从10万美金左右的高点这个位置，当时判断也不准因为感觉这边有可能是 ABC， 那或者是再跌破这个低点，2个低点，也是希望朋友们8万以下，我个人是继续买。然后也是有判断过，如果比特币会像2023年初的时候，因为现在也是在春天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时2023年3月份的时候，比特币也是之前有一个 ABC 奔走型的整理，然后跌到这个低点，它后面是直接井喷，喷完以后我们看一下，当时是在高点位置去盘整，所以我们再观察一下，就是这2个形态我感觉有一点像也就是11万美金的高点是比这个高点高，它也是一个奔走型整理的 ABC， 但是最近它也一直不喷上去如果有这种走势的话，前面有跟大家讲过，有可能比特币会在10万美金左右会再盘整一个区间，但是最近我的观点是可能要变也就是前几天跟大家讲的8万6短线会不会是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压力就是那个9万美金附近的压力区，如果这2个压力不上去，那我的观点有可能偏向就是比特币会不会在这个8万附近盘整一个区间，后面再突破。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